姐姐，多谢你那一身惊天动地的医术，治好了我的脸，更谢谢你替我受了6年质子府的非人苦楚。如今北渊归位，掌定万江，你陪他挨过了最苦的日子，接下来的母仪天下之位该归还给我了。莫北渊，为什么？青霜，你占了瑶儿20年的人生，享受了本该属于他的侯府荣华，如今大局已定，这凤位也该还了。逆女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霸占顾家的凤骨项链做什么？那本当是属于瑶儿的聘礼，还不快交出来3000御林军听令，放箭！若有来生，定要你们百倍偿还，不得好死！我重生了，重生在极碧之年，刚从太坂山长途跋涉回京的这一晚。前世的这一夜，我毫无防备地喝下了阿娘亲手递来的安神汤，在偏厅隔壁的碧纱可暖阁里睡得如死尸一般。直到第2天清晨，沈怀远夫妇红着眼在我跟前演苦乐计，我便心甘情愿地替嫁去了敌国。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，这一世我带着万箭穿心的怨恨回来了。老爷放心，那丫头一连赶了1个月的路，刚刚又喝了我亲手加了料的安神汤，早就睡死过去了，雷打不醒。那就好。哼，那莫北渊虽是个皇子，可如今正在敌国当质子，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。况且宫里都传遍了，那质子患有严重的风症和偏头痛，发作起来六亲不认。明天一早，等隔壁那丫头醒了，你我就做一出舍不得她的苦肉计，逼她带妹替嫁，直接把她扔进质子府那个火坑。对，就让沈清霜去顶包，让他去敌国陪那个疯子作死，等他死在外面，看谁还能跟我争大小姐的位置。这就是我前世高呼至亲的父母，这就是我倾尽全力护佑的好妹妹，他们却肆无忌惮地商量着如何将我推入深渊。沈清霜，你竟然没睡死，你都听到了。不用劳烦阿爹阿娘明日做戏了，妹妹既然害怕，这尊贵的质子妃位，姐姐嫁就是了。青霜，你受委屈了，阿爹知道那是火坑，可沈家也是逼不得已啊。你放心，等你出嫁，沈家一定多给你嫁妆。嫁妆？沈大人，收起你的虚情假意，让我替嫁可以，但我有2个条件。第一，我要当场开祠堂，除族谱，今日起我与沈家恩断义绝，生死无关。第二，将当年我母亲留下的北疆荒地的地契给我，作为陪嫁。找一样，明日一早我就进宫面圣，告你们沈家欺君待嫁。放肆！你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，让你替嫁是抬举你，竟敢威胁父亲母亲，信不信我当场废了你？母亲，快答应他，只要他肯代替我去死，把他除名又如何？哼，那块北疆荒地寸草不生，给他就是了。眼前的沈清霜似乎有些不对劲，但如今沈家又太需要有人去填莫北渊这个无底洞。既然他主动放弃嫡女身份要废帝，那对沈家而言简直是天上掉馅饼。好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沈家便成全你。从今往后，你生死与沈家无关。来人，开祠堂除名。从今天起，沈清霜将不再是我们沈家的人，并不得用沈姓在外惹是生非。明天一早，当你们发现新娘不见了，而大临朝的赐婚期喜到时，沈瑶希望这花轿你能做得安稳。属于我顾燕宁的东西，你们一件也留不住。欠我的血债，
我要你们连骨带血的吐出来！老爷，夫人，不好了！那大姑娘不见了！来人，调集所有的府兵，把整个京城翻过来，也要抓他回来！抓？你拿什么身份去抓？昨夜我们为了哄他答应替嫁，亲手将他从族谱彻底除名。如今在律法上，他根本就不是我沈家的人。我们若大张旗鼓的报案抓人，欺君代驾的秘密将立刻大白于天下，那就是抗旨不遵、满门抄斩的大罪。吉时已到，迎亲花轿已至尚书府正门，请新娘子凤冠霞帔，准备上轿。我不要嫁给那个疯子！爹娘，你们救救我！沈清霜故意害我，他拿了地契办了出名，一转头就把我往火坑里扔，他这是要让我去死啊！瑶儿，收起眼泪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沈家。圣上赐婚的是沈家长女，如今沈清霜已除名，你就是唯一的长女。来人，伺候大小姐更衣，抬上花轿。爹，我是你亲生女儿啊，怎能把我推给那疯子？皇城司指挥使谢行舟，前世这位铁血阎罗是漠北渊最忌惮的死敌。若非我犯蠢，帮漠北渊数次斩断谢行舟的布局，漠北渊根本斗不过他。这一世没有了我这个阻碍，我倒要看看这手腕通天的男人能把大黎朝掀成什么样。找死！乌头骨，不见血不发，发则3刻穿心。谢指挥使，这天下除了我，应该没人能压得住你体内的毒。你若杀了我，正好拉上整个皇城市陪葬。你是谁？体内近乎疯狂暴走的毒素，竟然真的顺服了。我是谁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在这大黎京城，还没有皇空师查不到的底细。沈家大婚前夜，刚被除名便连夜潜逃的大姑娘，本官倒不知你何时学会了这身出神入化的医术。不愧是皇城司的头子，情报网果然无孔不入。既然谢指挥者查得这么清楚，那就该知道你此番在京郊遇刺，是因为你手里握住了沈怀衍通敌卖国，暗中扣留谢家军30万冲关军粮的死证。沈怀远意图饿死谢家军，断你谢氏根基，所以你想要沈家的命去祭奠边疆将士，而我也想要沈家全族血债血偿。谢指挥使，不如你我联手做个交易如何？有意思，你先朝堂，我断沈家。本官倒要看看你这条刚反咬出来的狼崽子，究竟能把沈家撕咬成什么绝望的模样。成就。只要进了质子府，拜了堂，漠北渊便不能拿我怎么样。沈清霜，你以为你逃了就能害死我？等我成了皇子妃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把你挫骨扬灰。疯了！质子殿下又发疯了！快跑啊！我的头啊！滚！都给我滚开！谁敢靠近，姑活剥了他！
这到底是个什么丑东西？沈家，你们竟敢拿一个夜叉来糊弄姑！殿下，我是瑶儿，我是你的新娘。给姑滚开！沈家好大的胆子！不过，既然送上门来了，姑就让你们沈家知道欺骗姑的代价。来人，把这个丑八怪锁进柴房！娘，我受不了了！莫北渊就是个疯子，都是沈清霜害我。如果不是他逃跑，挨打的就应该是他。我的脸毁了，我以后还怎么在至子府活下去啊？朱颜，冰肌玉骨。不见了，真的不见了！沈清霜，你以为你算计了这一切，可你千算万算，却没算到你留下的神药，最后全便宜了我。有了这张脸，莫北渊一定会对我死心塌地。这天命凤女的位置，依旧是我的。尚书府予以吞钩，容颜大悦。谢。沈瑶啊沈瑶，前世你借我的手治好了脸，便以为那美貌是你应得的。这一世没有我后续的药温滋养，那太仓药魔就是饮鸩止渴的毒药。你现在笑得有多猖狂，日后脸皮溃烂时，哭的就有多绝望。大小姐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城外的3处食药棚已经全部搭起来了。如今正值寒冬，大黎朝廷根本不管北疆难民的死活，每天冻死饿死的人不计数。咱们的食药棚一开，周围10几个村子的难民全涌过来了。药材可还够用？够！太魔山的调理方子神了，那些染了风寒的百姓喝了咱们的药，不出3日就能下地。只是，大小姐，咱们每天这么白白耗费巨额的粮草和药材，只怕是很难撑过这个冬天啊。顾九，带上火把和铁锹，跟我去后山，砸开它。这是金铁矿！天哪，这成色竟然比大黎朝国库掌握的那几座玄铁矿还要纯上数倍！这难道是一座活铁矿脉？不仅是铁矿，这整座荒山方圆50里，全是一座巨大的露天金铁矿。沈怀渊自作聪明，将这块地契送到了我的手里。有了大黎朝廷算什么？沈家又算什么？将军和夫人在天之灵保佑，我顾家命不该绝啊！大小姐，有了这些铁，属下可以在3个月内为顾家军锻造出万套精甲良兵。当年的血海深仇，我们终于能报了。传我令下去，城外那几万难民，只要是身家清白、肯听指挥的，凡青壮年，悉数编入顾家新军，秘密入山开矿冶铁，操练兵马。老弱妇孺则在堡内负责后勤缝补、种植军粮。不愿来的，我们也不强求。但凡是进了我顾家堡的人，一日3餐管饱，生病受伤，我亲自医治。属下领命。从今日起，世上再无尚书府那任人宰割的养女沈清霜，站在这里的是重掌乾坤，从地狱归来复仇的将门孤女顾衍宁。算算日子，沈瑶偷拿走的那几张药膜，差不多也该用完了。而沈家那些贪婪的豺狼，也该开始为了这虚无的富贵，准备倾家荡产了吧？没了，竟然这么快就用完了！不行！这几天殿下好不容易因为我张脸破天荒的留宿在我的房里，如果这张脸变回去，如果那块青黑胎记再长出来，殿下一定会活活打死
不行，一定还有办法的。一定还有。沈清霜身上那么多秘密，不可能只留下一张字条，一定还有药方。500万两，这笔钱足以支撑北疆数10万大军整整1年的积蓄。发财了，沈家要发天大的财了！沈青霞，你这个蠢货，守着金山银山，却甘心当个穷酸大夫。如今这些全是我沈瑶的了。瑶儿，你确定这药方的效果当真如此逆天？爹，女儿这张脸就是活生生的招牌。全大理哪个贵妇不爱惜容颜？只要沈家垄断整个京城的贵妇圈子，1000万两都不在话下。到时候殿下夺嫡需要军饷，沈家动动手指就能拿出来。殿下登基之日，沈家将是第1大功臣。爹，哈哈，妹妹说的对，有了这笔钱，儿子就能在军中大肆收买人心，何愁不能执掌大理军权？咱们不仅要干，而且要大干。但这账本上写了，想批量熬制驻颜膜，必须从北疆万商后大批量采购血线草。这血线草极难保存，目前也只有万圣商号手里有现货。若要垄断，我们还得先付300万两白银定金，把未来的货全包下来。爹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万一这方子被别人得去，沈家就再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漠北渊现在每天盯着我的脸，我耗不起了。好，干了！程烨，明天一早你亲自带人去联系万圣商号在京城的掌柜，把沈家名下所有田产、铺子、祖宅全部抵押出去，凑齐300万两白银，跟他们签下独家供货协议。大小姐，京城传来密报，沈家彻底上钩了。沈怀元那个老贼，把沈家名下所有可用资产全部抵押给了万圣商号，凑了整整300万两白银，全买了咱们故意囤积在关外的假血线草。300万两，沈元海还真是舍得下血本。不过那太仓谱上的方子确实是真的，能让人瞬间美白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没有我太清山特制的引子药引，大剂量服用那玩意儿，不出3个月，毒素就会积郁在皮肉之下，到时候皮肤不仅会寸寸溃烂，更会终生绝死。沈家已经把全部的身家性命都绑在了这个假对赌协议上，告诉谢行舟，可以开始扣押他们的货船了。我要让沈家在最狂妄、最以为自要发财的时候，被债务活活压死。大少爷，前方的峡谷就是落雁坡了。万圣商户滞留的那批价值数百万的药材，就在不远处的荒堡里。咱们只要顺手宰了重伤等死的谢行舟，再把血线草强行运回京城，沈家就能彻底翻身了。谢行舟平日里仗着皇城司不可一世，如今中了北疆无头谷，不过是个等死的废人。至于那批药材，既然进了北疆，那就是我沈家的东西。全军加快速度，挡我者死！大小姐，沈城也带了2000私兵，全部私套了大倪正规军的甲胄，看样子是想抢关外的药材，顺便暗杀谢指挥使。当年就是沈家通敌，害死了老将军，今日便让这老贼的儿子血债血偿。直接杀了他，未免太便宜沈家了。既然沈承业大张旗鼓地撕调重兵出关，那这私吞军饷、意图谋反的惊天铁案，他就必须替沈家坐实了。黑风寨那边消息放出去了吗？回大小姐，属下已按您的吩咐，让死囚伪装成沈家的运粮官，故意被黑风寨的悍匪截获。如今土匪们都以为沈承业率领的这2000精兵，实则是朝廷秘密运送3000万两军饷白银的诱饵车队。不仅如此，之前谢兴在京城时，就已经把沈怀远通敌扣留粮饷的线索捅到了御前。
老皇帝派来彻查军粮失踪案的御史大夫林大人，此时应该也快到了吧？大小姐神机妙算，林大人带了3000巡查营精兵，正顺着属下故意留下的痕迹一路追过来。算算时间，正好能在峡谷里撞上沈承义。这是一场利用绝对信息差布下的死局。沈承业以为自己去抢药材杀谢行云，悍匪以为沈承业在运送3000万两军饷，而朝廷巡查使则以为沈承业通敌叛国。三方人马即将在这风雪峡谷里奉上一场惨烈的狗咬狗。杀！抢军饷！该死！哪里来的土匪？给本少爷反击！杀了这群刁民！尚书府沈承业，你无诏无令，私自调集重兵出关，更与关外逆贼密谋，当真要造反不成？巡查营听令，沈氏一族通敌叛国，证据确凿，将逆贼沈承业拿下，反抗者格杀勿论。不，林大人，你误会了，本少爷没有造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小姐，沈承业的右臂断了，私兵折损殆尽，还被林大人当场拿获了谋反的现行。沈怀远在京城本就背负300万两债务，如今长子废黜且背上谋反重罪，沈家这次是要伤到骨髓了。这只是个开始，告诉谢行舟，可以把沈承业在边疆通敌拒捕的消息放回京城了，顺便让万圣伤后去尚书府登门催债。我要让沈红花那个老贼在京城尝尝什么叫四面楚歌，家破人亡。痛！给本殿下拿药来！殿下，这是府里刚熬好的镇痛汤，您快喝了吧。废物！那群大夫若是有用，本殿下何至于痛到想杀人？你当年不是说你是太龙山圣医的唯一传人吗？你不是说6年前在关外匪窝里用太清山毒神神针吓住了本殿下的头疼吗？为什么现在你连止疼都做不到？殿下，那太宗山绝学极其深奥，需要特殊的天材地宝当药引。最近京城气候干燥，药效不够，才暂时施不了针。姑前脚才娶了你，沈家就在北疆闹出乱子，万盛商户还天天登门催债。你既然是太郎山的传人，那本殿下问你，太郎山在关外的商号暗线到底由谁接头？沈家账本上那些雪线草的走私路线又是怎样的？身为沈家长女，为何一问三不知？殿下，瑶儿自幼在庄子里长大，这些外面的事物，阿爹从不让我插手。滚出去！影一，去查，动用本殿下在京城所有的眼线，把6年前太梁山李仙一行走关外的事，以及沈家大姑娘在乡下庄子里的所有行踪，全部重查一遍。尤其是当年在匪窝里救本殿下的那个女大夫，她到底是谁？师傅，您快看我多厉害！举一反三，我又用金针救活了一个人。你这丫头，少在为师面前自夸。我们太龙山一脉行走世间，本就是医者仁心，悬壶济世。往后行事，切莫再这般毛躁莽撞了。太清山。6年前，沈家真千金沈瑶因病送往南方外祖家静养，足不出户。而同一时间，养女沈清霜正跟随太梁山圣医李仙一行走北疆关外，施药救人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如果沈瑶是假的，
殿下这些年要找的白月光，竟然是沈清霜！沈玉皇金氏、沈瑶，你们竟敢拿一个冒牌货如此戏耍本殿下！殿下，出天大的事了！沈家大少爷沈承业在边疆私调重兵，通敌拒捕，被御史大夫林大人当场斩断右臂，打入囚车押解回京了。现在皇城寺的人已经把尚书府给抄了，连带着咱们三皇子府的外围也被万圣商号催债的债主给围死了。传令下去，沈瑶欺君罔上，冒充本殿下的恩人。即日起，撤去他侧妃的所有名分，给本殿下锁进后院的柴房，任其自生自灭。至于沈家那群通敌的逆贼，本殿下绝不掺和。老爷，天大的转机！万圣内部死线，刚接获皇城司绝密飞书。谢行舟中乌头谷未死，现一些残部秘密前往南方怀州，意图强行扣押沈家那批价值300万两的雪线草货船。另，沈清霜也正暗中赶往怀州，企图劫夺后续要引。好一个谢行舟，好一个孽障！谢行舟身中剧毒，强弩之末，竟还敢亲自去怀州劫本官的货，本官就让怀州变成他的葬身之地。本官在怀州暗养6年的5000私兵，是时候见血了。将军，京城大人的密信说的一点没错，万盛商户的药材货船果然准时停靠怀州水路了。探子瞧见皇城司的马车就在码头停着，谢行舟那病秧子和那逃跑的沈家大姑娘今晚必死在这谷里。哼哼，5000精兵对付区区几百个皇城司卫，本将闭着眼睛都能把他们剁成肉泥。传令下去，看到谷口火把亮起，立刻动手，一个活口不留。不对劲儿，这雾怎么是甜的？这是顾家军的帅气，你是大小姐。顾家军的兄弟们，睁开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我是顾家将门唯一幸存的女眷顾燕宁。6年前，沈玉宽通敌卖国，在怀州暗中扣留我顾家军30万冲关军粮，导致我父兄和30万大军在北疆惨遭围杀，尸骨无存。这6年来，他欺骗你们，将你们当成沈家的私兵豢养，你们对得起死在北疆的顾氏英魂吗？大小姐，您说的是真的？老将军他们是在沈家手里的。我手中有皇城司铁案查实的通敌密信，更有沈家按了诛杀的罪证。今日我顾燕宁重回怀州，就是要带你们去向沈家讨回这笔血债。顺我者重入顾家军，随我杀回京城；逆我者似同沈氏同党，格杀勿论。造反了！你们要造反吗？别听这个妖女胡说八道，给我杀了她！沈贼误我顾家，误我兄弟！弟兄们，保护大小姐，杀出断魂符！保护大小姐，杀回京城！5000精兵临阵反戈，顾姑娘，沈怀远最后的这粒保命仙丹，如今成了你顾家新军最好的祭旗礼。这大迷的天下，怕是留不得沈家过年了。沈家欠我的兵，我收下了。接下来，也该让京里的那对母女，在太后的寿宴上好好露露脸了。只要太后喜欢这幅画，漠北渊就绝不敢休了我，沈家就还有翻盘的机会。宣三皇子侧妃沈氏登殿献礼。
臣妾代尚书府审视，恭祝太后福泽万年。特献上臣妾流落关外时，历经千辛万苦从古玩好手中拍得的《北地圣画·万里春耕图》。哦，呈上来看看。好一幅万里春坑，当真是天佑我大黎气运。沈尚书虽教子无方，但这侧妃倒是个纯孝有才的。快看，那画怎么变色了？放肆沈家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这不是我的画，有人害我！父皇、太后，这画原本明明是春耕图的。父皇明察，儿臣也是受害者。侧妃沈氏平日满口仁义，儿臣这2日暗中彻查，府内司账发现沈氏竟借三皇子府名义，在外与不明商号有300万两银钱往来。儿臣本顾念夫妻情分，想查清再报，没成想沈家竟包藏祸心，在大殿上亮出通敌名单，沈家罪该万死。儿臣恳请父皇治沈氏欺君之罪，以正朝纲。三殿下大义灭亲的戏码，演的可真是点滴不漏。启奏陛下，微臣奉旨彻查军粮案，今日刚收到南方急报，怀州守将齐守义在断魂谷伏法，这是齐守义通敌的亲笔认罪书，详细交代了尚书府沈怀威无照私调私兵意图谋反的罪行。至于这其中有没有三殿下的大义灭亲，陛下看完便知。皇承嗣听令，沈氏一族通敌谋反，欺君罔上，将妖女沈瑶拿下，即刻打入死牢，尚书府满门抄斩，鸡犬不留。大小姐，京城飞鸽传书，长乐殿上谢指挥使带铁证回朝，沈瑶伪装败露，当众毁容，尚书府满门抄斩，沈家彻底绝后了。父亲、兄长，沈家的血债，燕宁先收下了。接下来，漠北渊，该轮到你了。卸磨杀驴，父皇下手真狠啊！既然你无情，那就别怪儿臣不孝了。召集本殿下在京郊大营秘密豢养的所有私兵，联合宫中潜伏多年的内样，今夜子时关闭城门，随本殿下杀入内宫，逼宫篡位。畜生，你竟敢谋反！父皇，儿臣这也是跟您学的呀。当年你忌惮顾家功高治著，便默许沈怀公扣留30万军粮，生生饿死了顾家满门忠烈。你满口仁义道德，手里的血却比谁都脏。今日儿臣不过是替天行道，送您老人家上路。你这个逆子！龙卫听令，给朕杀了这个逆贼！父皇，写传位诏书吧，写三皇子漠北渊顺应天命，继任大吕新帝。写快点儿，儿臣还要带着这大迷的江山，去北疆迎娶我的皇后呢。三殿下，多谢你替本官清理了这养心殿的污秽。燕宁，为什么？我明明已经替你报了仇，我连大黎的江山都抢来送给你了。我说过，顾家的江山，顾家新君会亲自来取。今夜旧朝将倾，大胜当立。
原来从一开始你就算准了父皇会清洗我，算准了我为了自保会逼宫弑父。顾燕宁，你当真好狠的心啊！狠心？漠北渊，与你们皇家和沈家当年扣留30万军粮，害我顾氏满门忠烈，尸骨无存的恶行相比，我今日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天道轮回，因果报应。大林昭气数已尽，皇帝昏庸，忌惮忠良，通敌通叛，不配为天下之主。废除离朝年号，洗雪顾氏沉冤，新朝当立，国号大圣。新朝当立，女帝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燕宁，我是真的知错了，求你不要抛下我。漠北渊，属于你的惩罚从来就不是死亡，死太便宜你了。传本宫旨意，剥夺漠北渊皇室宗籍，贬为庶人，终身流放至北疆，30万阴魂种钱，日夜跪服忏悔，无休无止，直至老死。陛下，这大好的山河，微臣陪你打下来了。谢行舟，往后余生，海晏河清，四海归心。